它是我测试过的 X86 小主机中颜值最高的，小巧迷你的机身，144×112×42，只有0.67升的体积，非常容易拆卸后盖安装配件，同时也是目前为止性能最强的英特尔 CPU 小主机。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最新 Ultra 9 285H 移动标压 CPU 的高性能优雅精致小主机阿苏斯华硕 Lark 15 Pro Plus。顶级铝合金打造银色外形，优雅知性。这是一台我感觉堪比 M4 Mac Mini 的小主机，摆在桌面上，一时我也不知道哪台更好看，哪台做工更精致。您觉得它和 M4 Mac Mini 相比较，谁更漂亮和精美呢？您愿意投谁一票呢？华硕 Lark 15 Pro Plus 装着的是英特尔 Ultra 9 285H CPU， 16核16线程，内置英特尔 Arc 140T 核显，支持 CSODIMM DDR5 内存6400兆赫兹，M.2 PCIe 5.0 和 4.0 X4 双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7。打开来看一下，包装还是那么精美，本体和配件盒，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呢。电源线、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小电源是 19.5 伏 7.7 安，一共150瓦功率。只有 0.67升体积小主机，机身是全铝合金打造的，好看。机身接口，前面板 USB-C 3.2x2 接口，20G 的带宽，双 USB 3.2x2A 口，10G 的带宽，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19.5 伏电源接口，雷电式接口， HDMI 2.0 接口， 2.5G 网络接口， USB 3.2x2A 口 10G 的带宽， USB 2.0 接口，又一个雷电式接口，又一个 HDMI 2.0 接口，底部和双侧都有通风口。白色塑料底盖采取了新的免工具拆装方式，右边还有铰链把底盖和机身连接在一起，轻轻提拉锁扣，后盖就打开了。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后盖上有一个硕大的风扇，旁边还有一块 NVMe 散热铁，双 DDR5 内存，最大6400兆赫兹，2280的 M.2 PCIe 5.0 的 NVMe 接口，242的 M.2 PCIe 4.0 的 NVMe 接口， Intel B1201 WiFi 7无线网卡。感谢国内著名的内存厂商宇瞻提供的 CSODIMM DDR5 6400兆赫兹笔记本内存条，给它装上。两条 16G， 一共 32G， 爱国者 2TB 的 PCIe 4.0 X4 的 NVMe SSD。 开盖和安装配件，全程没有任何工具。BIOS 里看到我们的 CPU 是 Ultra 9 285H， 内存显示是 32G DDR5 6400兆赫兹。这里可以看到设置的是最强性能，而且是华硕特有的动态 PL1 和 PL4 支持，都是115瓦。可以在风扇模式里选择性能释放，有静音、标准、性能3种模式，我们选择的是性能模式。如果我们在系统里安装了华硕管家软件，也可以在这里设置。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运行在100瓦左右，1分40秒后下滑到86瓦左右，整机功耗一开始运行在110瓦到145瓦之间，最后稳定在120瓦附近。 CPU 整体频率运行在平均 4.2 GHz， 在单考了1小时03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86瓦左右，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105度，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3度，内存和 SSD 温度不高。我们首先使用华硕 Lark 15 Pro Plus 主机的
Ultra 9 285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8分02秒，共计482秒。482秒是目前核显迷你主机的最好成绩，它超过了去年的 Ultra 9 185H， 也超过了最新的 AMD AI9 HX370。CPU-Z 多线程 10388.3， 单线程844，多线程成绩超过了 AMD AI9 HX370 以及所有的其他核显小主机，跑上了10000分，厉害吧？Geekbench 5多核16330，单核2098，多核成绩超过了 AMD AI9 HX370， 超过了 Ultra 9 185H， 也超过了 M4 Mac mini。Geekbench 6多核16802，单核2922，多核成绩超过了 AMD AI9 HX370、M4 Mac mini、Ultra 9 185H 都超过了。Cinebench 223多核22200，单核2137，多核不敌 AMD AI9 HX370，超过了 Ultra 9 185H， 也超过了 M4 Mac mini。Cinebench 2024多核1230，单核126，多核成绩超过了 AMD AI9 HX370，也超过了 Ultra 9 185H 和 M4 Mac mini。Passmark 多线程41802，单线程4781，多线程成绩仍然是超过了 AMD AI9 HX370，也超过了 Ultra 9 185H， 也超过了 M4 Mac mini。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Ultra 9 285H 100瓦到86瓦的性能发挥，已经远远超过上一代 Ultra 9 185H， 也超过了 AMD AI9 HX370， 也大幅超过了 M4 Mac mini。这就是新一代英特尔机皇的实力。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388721， CPU 得分686531。接着玩游戏，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64帧。实战一下。地平线5 1080p 中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接近70多帧，复杂场景60帧左右。地平线4 1080p 高画质，全程70多帧。
荒野大镖客2 1080P 低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6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44帧。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10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稳稳60帧啊！这就是 ARK 140T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88度，内存做显存最高温度55度 ，SSD 最高温度43度，散热能力不错啊。我们也看一下 3D Mark 的测试结果 ：TimeSpy 4054，Firestreak 9033，Steel No Man Light 26.23 FPS， 稳定度99%通过。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TimeSpy 上了4000分，是所有核显小主机的第1名。Firestreak 不敌 AMD AI9 HX370， 而且与 185H 没有拉开差距。Steel No Man Light 非常接近 AMD AI9 HX370， 比 M4 Mac mini 要差一点。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是用核显跑的 ，NPU 没用上，结果是 12.27 token 每秒，相比 8845HS 和 HX370 要差一些。测试 DeepSeek R1 真牛的千问 7B 模型，简单问题 13.2 token 每秒。测试 DeepSeek R1 真牛的千问 14B 模型，简单问题 7.04 token 每秒。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比特 RGB 的显示信号输出，雷电式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雷电式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RGB 信号。英特尔 ARK 140T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M.2 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7000兆 B 每秒，达到了 PCIe 4.0 X4 的最好水平。安装了支持 PCIe 5.0 X4 的英瑞达 T700 SSD， 接近12000兆 B 每秒。这只是 T700 的最高读写速度，不是 M.2 PCIe 5.0 的极限速度。雷电式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 B 每秒，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注意，这是在临沂雷电式接口接入了高刷显示器时候测到的，说明双雷电式接口不存在兼容性问题。WiFi 6测试，英特尔 BE201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77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测试中不错的水平。WiFi 7贴脸测试，下载1100兆 bps， 上传1700兆 bps。英特尔 i26-V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阿苏斯华硕 NUC 15 Pro Plus 装置了16和16线程的 Ultra 9 285H CPU， 100瓦到86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35瓦，待机最高功耗 9.5 瓦。按这个结果，150瓦的电源可以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2度 ，SSD 待机温度40度。这台小主机高性能模式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68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9分贝。我们也设置了风扇标准模式和静音模式，各跑了半个小时 FPU 单考。标准模式 CPU 性能释放78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72瓦。如果对性能要求不太高，静音模式就足够了。
华硕 NUC 15 Pro Plus 迷你电脑装置了16核16线程的 Ultra 9 285H CPU， 最高100到86瓦的性能释放，性能表现超级强悍，远超上一代 185H， 还超过了 AMD AI 9 HX370， 是新一代的英特尔核显 CPU 的最强者。作为一台最高级的 X86 迷你主机，它有市面上最优的用料和设计。相比上一代，它把2280的 M.2 PCIe 升级到了 5.0， 无线升级到了 WiFi 7， 内存支持升级到 CSODIMM DDR5 6400兆赫兹。新的免工具拆卸底盖的方式方便安装配件，具有良好的高可维护性。这台小主机的颜值和做工，我认为也是到了所有 X86 迷你电脑的巅峰，小巧精致，完全不输 M4 Mac mini。 缺点吗？还是老生常谈， HDMI 接口为何就不能给一个 2.1 呢？雷电接口也不能 PD 电源售电，还有这昂贵的价格，可能要等于市场上3台 8845HS 加起来的价格。总结一下，性能释放超强，超过了 AMD AI 9 HX370， 成为了新一代迷你机皇。散热和静音稳定，接口兼容性不错，这绝对是目前最优秀的消费级 X86 迷你电脑，颜值做工和 M4 Mac mini 一时瑜亮。厂商后续应该会提供国补支持，希望能在价格上也能给予购买者最好的优惠。推荐一直喜欢英特尔和华硕 NUC 的朋友，推荐给一直想拥有顶级迷你电脑的朋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